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卡皮桑。今晚我想带领各位暂时离开繁忙的都市，跨越半个地球，前往墨西哥北部的奇瓦瓦沙漠深处。那里有一片被称为寂静地带 Zona del Silencio 的荒原，坐落在杜兰戈、奇瓦瓦与科阿维拉三州交界的马皮米洼地。这是一个在科学与传闻之间博弈了半个世纪的地方，也是一个让无数寻觅者神魂颠倒，却又让生态学家倍感珍视的特殊角落。我们对这片土地的认知大多源于一个带有冷战色彩的意外。1970年，美国空军一枚从犹他州发射的雅典娜探测火箭，因为不明原因偏离航向，越过国境，最终坠毁在这片荒原。随后，美方的打捞行动极其神秘且戒备森严，甚至挖掘了大量土壤运回国内，这让当地的居民深信这片土地底下一定藏着某种能干扰现代科技的力量。传闻中，这里的无线电信号会莫名消失，指南针会疯狂旋转，甚至有人将其与百慕达三角洲相提并论。但如果你问我，这背后是否有什么超自然的外星力量？作为一名主持人，我必须坦诚地告诉你，科学的解释或许没那么科幻，但绝对同样精彩。事实上，极静地带确实存在电磁干扰现象，但这并非因为外星基地，而是源于其独特的地质构成。这里曾是数千万年前的古海洋特迪斯海的海底，地层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磁铁矿，加上大量富含铁镍质的陨石频繁坠落于此，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巨大磁场干扰源。当你试图在某些特定区域使用无线电或电子罗盘时，地下的磁性矿物确实会造成信号的沉默。这种现象并非全境覆盖，而是如同散落在沙漠中的无形陷阱。当你踏入某个特定坐标，世界仿佛瞬间与文明断开了联系。然而，如果我们只把目光聚焦在那些神秘的干扰上，那就太低估这片土地的层次感了。对我而言，马皮米生物圈保护区的生态价值远比那些飘忽不定的 UFO 传闻更令人心动。在这里，大自然演化出了近乎奇迹的生命形态。你可能会偶遇著名的马皮米巨龟，这种北美最大的陆龟是这里的隐士。它们在极端干旱的环境下生存了数万年，动作迟缓却充满智慧感。更奇妙的是，这里生长着一种变异的紫色仙人掌，这并不是什么化学污染，而是植物为了应对强烈的紫外线与极端干旱而产生的演化策略。这种紫色的生命力在焦灼的黄沙中显出一种冷峻的美感。如果你问我做一名资深旅人是否推荐去那里看看，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你要带着对自然的敬畏，而非猎奇的傲慢。前往极静地带并非易事，那里没有现成的柏油路，导航系统随时可能失效。你需要从杜兰戈州的塞巴略斯镇出发，聘请当地的 Zoneros 地带引导员，他们不仅是向导，更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在沙漠中，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这里的气候极端，白天酷热足以灼伤皮肤，夜晚的寒冷则直透骨髓。如果你打算在那里露营，请务必准备充足的水与防寒装备。最重要的是，当你真正站在这片极境之中，请关掉你的电子设备，即便它们还有信号。在那样一个没有光害、没有电波干扰的夜晚，你会看到银河如同流动的瀑布般悬挂在头顶。那种宇宙的壮丽感会让你明白，为什么人类会在这里产生种种神秘的幻想。我们之所以觉得这里神秘，或许是因为我们已经太久没有体会过真正的沉默。在那片沙漠里，风吹过仙人掌刺的声音清晰可闻，那是地球最原始的呼吸。旅游的真谛不在于寻找传说中的外星人，而在于在最荒凉的角落重新找回与大地与星空的连结。今晚我们在电波中分享这份极静，也希望这份理性与感性并存的探寻能为你的夜晚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思考。好了，节目的最后，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如果你有机会去这样一个断联的地方待上3天，你最想带上的一本书或是一张 CD 会是什么？欢迎在节目平台留言分享。我是卡皮桑，祝各位晚安，我们明天见。